MACD 如何逃在顶部？假如花费你10分钟时间学习怎么卖出手中股票，把你的股票每次都卖多一个点，你会不会把视频认真听完？股票卖得好，赚钱的时候可以多赚，亏钱的时候可以少亏。有时候高手和小白之间就是卖点差距的累加。今天是我们 MACD 的专题课，如何卖在高点，如何用 MACD 去卖出。你会发现，有时候的死叉卖出反而是低点，而有时候的死叉你不得不卖出。一旦你没有卖出，你会发现就是一个相对的高点，后续的亏损将是你无法接受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学会什么样的死叉更应该是 MACD 提醒你的卖出时机。我们今天要用的就是 MACD 的顶部背离结构。关于背离，有些朋友可能是接触过，今天我们再做一个复习和学习。背离呢，其实指的不单纯是股价和指标，也不单纯呢是 MACD， 总共应该分为2个部分。首先第一部分呢是资金和股价的背离，价格在上涨，大资金肯定是在买入。那为什么有时候涨着涨着市场会见顶，而后在我们发现之前就开始下跌？这其实呢是前期资金的买入导致股价持续上涨，但是后续资金肯定需要兑现，那么将筹码从主力兑现入散户手中，那么资金自然就会开始和股价发生背离，资金流出，而股价依旧保持上涨。那么这就是第一步，叫做资金与股价的背离，这是一个先行的指标，资金和股价。那么第二部分是属于我们大众都更容易去发现的是股价和指标的背离。在资金与股价先行背离之后，体现在图表当中的就是股价和指标后续的背离。那么这是一个之后的一个信号，但同时它也是我们每个同学都能够观察到的一个信号。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市场当中的股价与指标的背离，它晚于资金与指标的表现，但却同时能够让我们在波段的顶部提前逃顶。我们来看到这些线条，在市场走势当中，你会发现股价的高点是不是连续出现创新高，是走出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走势，不断的创新高，是一个很明显的上升趋势。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发现市场会在这里出现风险提示呢？我们看到下方的 MACD 的参数没有做任何的更改，是传统的一个指标，大家呢也不用去进行一个更改它的参数，保持默认参数下，你会发现 MACD 的快速线，它在走出股价一波波往上创新高的同时，指标是不是一开始的第一个头部和第二个头部，它走的也是一个在创新高的走势，但后续呢，在股价第3次创出新高之后，第3次的 MACD 却并没有和第2次、第1次一样去创出新高，反而它的高点是低于2号的新高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发现1和2之间是股价和指标未发生背离，而2和3之间呢是股价和指标发生了背离。它虽然相对于资金和股价会滞后一些，但是同时它比我们个人去眼睛去单独去研判还要更快一些。我们会发现的是，在这一次背离之后的死叉，它将就是我们应该去认真对待的波段逃顶信号。如果在这一个死叉去卖出，那么你会逃在一个相对的高点，规避后续的下跌行情。而一旦这一个死叉卖出信号你并没有重视，你会发现的是后续的下跌将要把你之前的利润全都归回，全都吐出。而这就是 MACD 顶部背离告诉你要去逃顶的信号，在背离之后去进行死叉卖出，将会是一个波段，将会是一个中期的逃顶信号。那么我们来看到下一张图表， MACD 的逃顶信号，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图表就是纳斯达克指数最新的行情走势图。在前期的上涨当中，虽然阿哲呢在行情解析视频当中偶尔会提及风险，教大家呢以短线为主，而不是波段操作。
但有些朋友可能前期的上涨会蒙蔽了双眼，所以后续下跌之前，其实你完全不知道这一波下跌会如此之凶猛。那怎么样呢？去规避这种获利回吐的现象？我怎么知道前期这一个高点和前方的高点这种回调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波段的中期卖出信号。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看到 MACD 和股价之间的关系，它反映的其实呢也是资金和股价的关系，只是相对偏后而已。但也完全够用。我们发现的是，市场的高点，比如 A 的高点和 B 的高点是在创新高的，当下方所对应的一个 MACD， 它的快线，它的 A 的高点和 B 的高点很明显是在降低的。那这种背离的情况下，股价却创了新高，那么它就是股价和指标之间的不同步。这种不同步反映在更深层次下，就可能是资金已经先行离场，我们要在这一个股价死叉的位置去进行卖出。所以你会发现的是 MACD 呢不能说直接去做死叉卖出，有时候呢在背离之后的死叉它更加具有波段的操作意义。那你会发现第一次死叉的位置，它是不是一个相对的底部区域？当第二次的死叉呢，你会发现股价就是一个波段要离场的位置，这就是 MACD 告诉你的波段逃顶信号。学会这一个卖出方法，至少下一次再出现连续创新高时，你应该注意的是 MACD 是否发出逃顶信号。每一次股价见顶，基本上都会有这种股价和资金的背离，以及股价和指标的背离。那有些朋友会说，阿哲，有时候我发现我的股票它并没有背离就下跌了，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一下它更小周期它有可能发生的背离，而在日线上并没有构成。所以呢，每一个周期的背离的一个死叉都应该是你要关注的一个信号。当然，日线级别伤害性更大，并且是中期的卖出信号。那今天呢，我们的 MACD 逃顶教学就先讲解到这。这是我们的 MACD 的系列精讲课程之一，在前期呢也发过很多关于此类的视频，大家如果是新朋友还没有观看过的，也可以在下方点赞并订阅阿哲的频道，可以在首页进行观看学习。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讲解到这，更多精彩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